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延续上一个视频的内容，再次为大家介绍中炮盘头马弃车弃双车的精妙绝杀手法。我们依然是快速进入它基本的棋局。红方冲兵，黑方称势，红方弃横车，黑方停起两头蛇，品车站内锁住将门，走巡河炮，目的很明确，防止红方冲兵，也是掩护上马。红方走起盘头马，黑方上马来袭。可以说借助八路炮生根，将来准备平炮打车。但是这个马呀，稍微有点急躁。红方冲兵拆台，黑方平炮先手打车。红方避让的同时，采取调转方向，准备从七路线进攻。现在黑方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选择充足吃掉。红方采取中路进攻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迫使黑方四路马定位。黑方选择上马吃掉。好，选择交换完毕之后呢，接下来黑方行棋，前面黑方有重组的变化，得不偿失，选择快速出车。因为在前面很多局黑方出车比较被动，是导致失败的关键原因。先手抓炮，这样的话把自己的车给杀出来。红方避让，这时候黑方采取一个平炮，目的你有当头炮，我可以给你来个正面硬碰硬，下步棋我也可以充足。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，大家来看看红方到底是上马吃足呢，还是进车吃呢？感觉上马吃足的话，黑方在这里中路有一定的进攻，所以说进车吃足的话更加直接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先手还抓着黑方七路马，车九进二先保住，红方出车。接下来黑方如果说进炮打掉兵的话，红方直接进炮再打，这个变化继续往下发展呢，黑方是得不偿失。我们就直接看它第二个变化，车二进六，目的将来平车吃掉兵，在这里形成一定的攻势。此时红方先下手，进车压马，有三个目的。第一，压住黑方的马；第二，别住马腿的话，这里是吃着炮的；第三，为马五进三的话，腾挪让位。一旦走到相位马的话，将来这匹马可以说非常厉害。那么现在平车先守住炮，接下来红方上马，黑方平车吃掉兵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双方都有当头炮的情况下，红方采取了一个称势，先稳固一下后方，因为黑方将来有充足，也有进炮打掉兵。好了，走到这里就是精彩的分界点之处。黑方先前上一局的内容是平车过来牵制住红方的车马，被红方采取一个直接上马弃车的话，最后导致四车见面，杀的是非常的精彩。本局棋我们看黑方另寻策略，炮五平三，当然也有充足吃兵的变化。我们先看这一个走法，这里就做了一个局，很明显下一步棋抽车过来，炮打着底象有闷杀，同时要先手抽着你的子。大家来看看，在这里红方就给我们上了一课。可能我们常规思维现在这里要打门，有闪击，选择飞象，但是红方高手行棋往往让我们想不到，直接上马将计就计。你明显的要过来抽车，我现在两个车三路二路都任你挑任你选，那黑方到底抽哪个车呢？实际两个车都一样，我们就看他直接车三平八的变化。因为这个走法呢更加稳固一点，同时包含了抽三路车的走法。好了，闪击抽车，炮打底象有闷杀，红方之所以敢这么弃车的话，是完全是有先行之力。跳马一将军，黑方出将，此时摆兵在一将军。现在如果说你平炮挡墙的话，很明显这个车丢了，你抽哪个车这个车都会丢。即便是你回来的话，那这里子烈又是备受牵制。选择称势，红方通过小兵来一个顿挫，同样将着军。现在你如果说再退士的话，那这里再回来一将军，你这里解决了打闷，
同时车又丢了。所以说在这里红方摆完兵将军的时候，黑方选择了平炮过来塞住，目的形成霸王车，也是稳妥的局面。好了，大家来看看，现在黑方进炮打着象有闷杀，同时车又吃着你的车，红方如何行棋呢？这里感觉红方好像有点不妙啊。红方此时采取一个弃车，平兵吃掉炮。那么黑方接下来有几个走法，大家也不妨跟着一起思考一下。现在两个车吃车也是必然，同时还有调车回来，采取三路线进攻。当然或许大家也有可能会认为车8平4在这里行不行呢？首先我们排除最为差劲的一个走法，这样的话白丢车肯定是不妥的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看进车吃车的变化。那这里一吃的话，红方立刻锁定胜局。我们来看看怎么走的。摆兵一将军，老将不能进，只能退士。接下来炮略一退的话，下一步重炮杀棋。黑方没有任何办法跟住这个后炮，眼睁睁的看着我们重炮杀棋。所以说这里弃车的话，他吃车的话断然是不妥。我们摆回来，既然不能吃车的话，采取一个调车回来。当你再退炮的时候，他可以退车。好了，我们再次看看红方接下来又该怎么走呢？黑方这里还是有进炮打象闷杀，此时你再摆兵将军，这个就不成立了。选择了一个飞象，那这里不就弃车了吗？现在黑方你不吃我的，我红方要吃你的，因为你前方没有什么攻势。吃完之后，红方采取一个摆兵将军，黑方选择退士，接下来进去吃掉马。好了，现在吃完马之后，这里还有平车过来，依然是一个杀棋。黑方现在要解杀的话，他想了两个办法，选择飞象，同时还选择将4进1。当然或许有朋友会认为我平炮行不行呢？其实这样走的话也是可以，但是他依然有摆兵，同时你这里就没有攻势了。我们看棋局的走法，先看飞象的变化。既然车过不来的话，退车回来，目的依然是可以平车过来叫杀。黑方选择进将。好了，现在大家来看看，此时如果说摆车过来将军的话，他可以平炮，目的你可能是抽车。但是红方在这里有杀先看杀，并不会采取贪吃你的子力，进兵吃掉小卒。可能大家有点不可思议，眼看大战在即，为什么还贪吃对方小卒呢？实际上是把这个小兵运送到前方，更有利于攻杀。此时黑方又有两个走法，炮3平2以及退车形成霸王车。我们首先看炮3平2的变化。那此时红方就不客气了，平车一将军，黑方选择乘势，进车一将军，弃车。现在首先说明你不敢吃摆兵过来就是个杀，前兵后炮，那只能到中路，进兵吃象一将军，中路炮，前方有兵，那没有办法，只能选择避让，再次进车将军，选择乘势，进兵吃掉。当然这里平车吃也是可以，他如果下去的话，进车一步杀，只能上来退车将军。黑方心想我还能飞个象，勉强先守一步，但是这个马发挥出了作用，平车一吃，绝杀无解。我们稍作返回，当前局面黑方第一个变化选择炮3平2，红方这里是直接快速杀棋。他还有第二个选择防守的策略，选择平车到中路。此时红方依然是平车过来将军。首先说明，如果说他平炮的话显然他的攻势全无，我们直接过来抽车。黑方选择乘势，这里红方就要小心谨慎一下，我们很容易再次感觉进车弃车以为黑方不敢吃，但是他一摆到中路之后呢，
你这里就没有什么进攻优势了。你进兵吃象，他这里后方有炮，他直接平炮给你打掉。你回马将军的时候，他可以摆过来，当然也可以退下去。摆过来之后，感觉我可以马后炮，但是他平车又可以守住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，红方比较好的就是先稳固后方，平车先把这个车抽掉。因为你前方攻杀不动的时候，他这里弃车砍象的话，将来他还有一定的攻势。现在这里一将军，黑方选择将4平5，当然他也可以退士。这样走的话，红方先手再次冲兵将军，黑方平炮打掉。好了，接下来退车一吃，大家就会发现，现在呀，黑方已经是一个败局已定，单车炮红方净多2个大子，决定胜利。我们继续返回到分界点之处，先前红方进车吃完马之后，平车过来就是个杀。黑方除了飞象以外，他还有第二个策略，选择将4进1，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平车过来将军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大家来看看，红方同样是把车抽回来，下一步棋平车过来是带着抽，黑方选择退车结成霸王车。那么好了，大家来看看接下来红方又该怎么走呢？此时红方在这里不着急，依然是进兵吃掉卒，因为霸王车你抽是抽不到。接下来黑方在这里有2个走法，实际上效果都一样。他既有车8平7，这里强行来跟你对车，因为吃着马吃着象，还有车8平5进行一个防守策略。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变化。那现在的话，感觉红方这个车如果说对和不对都不太合适，因为你吃掉他平车杀过来，吃着马又吃着底象，红方肯定是得不偿失。但是这里已经形成了杀棋，平车过来一将军，黑方只能选择乘势，当然他平炮也是同样的作用。此时弃车砍士，这里一将军现在没有办法进，因为进不来中路有炮，只能进将。好了，再次摆兵一将军，绝杀无解。那么当然呢，在这里这个变化呢，我们就不讲了，它还有直接平车形成中路，因为这个作用，当头炮和这个卧槽马同样是守着这个点，所以说这步棋走的这个变化呢，相对而言呢是多余的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个弃车弃双车的绝杀手法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说觉得还不错，欢迎在评论区点赞交流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。